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石川河南先生所著的《我们剩下的时间只有早晨》这本书。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只要在早晨第一时间完成，就能确定其价值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时间平等这种说法是谎言，只要早晨做这些，一天就能有27个小时。第二，在早起的挑战中不轻言放弃掌控早晨时间的3大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时间平等这种说法是谎言，只要早晨做这些，一天就能有27个小时。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一天能有30分钟自由支配的时间，你会用这30分钟做什么？每个人的回答可能会有所不同。比如，希望通过阅读商业书籍来提升技能，或者学习一些新技能，完成积压的阅读任务，或是结束拖延的任务，运动保持健康，打扫房间等等。30分钟能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，特别是用这30分钟来运动，能够极大的改变您的人生，带来非常有影响力的改变。如果每天能够有30分钟不受工作干扰的自由时间，能做的事情就很多，人生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会大大提升。然而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可能，我一天没有30分钟自由时间。确实，在这个忙碌的现代社会里，要保证一天有30分钟完全自由的时间是很困难的。而且毫无疑问，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，这24小时对所有人来说是平等的，是一个严格的限制。然而，尽管大家的时间是一样的，还是有些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一步步达成目标，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而另一些人则只是浪费时间，什么也没有实现。那么大家觉得这种差异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就是在于时间的使用，是否能够有效利用时间。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它。对于那些日常工作繁忙的人来说，其实早晨的时间才是唯一剩下的宝贵时间。很多人如果没有好好利用早晨时间，那真的很可惜。也许有人会想，不需要早起，可以从中抽出时间，或者干嘛非得是早晨，晚上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遗憾的是，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早晨时间的巨大力量。相同的30分钟，早晨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时间。早晨的30分钟和晚上的30分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所以，如果您能好好利用早晨的时间，那么一天就可以变成27个小时。作者在书中明确表示，掌控早晨时间的人将掌控自己的未来。事实上，作者自己也通过利用早晨时间，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而且，掌控早晨时间能够改变未来，这一点有着科学的依据。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，人们的心态会随着时间段的不同而变化。早晨人们的理性思维和道德意识较高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的集中力会下降，自我控制能力也会逐渐减弱。与此相对，早晨的人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更好地应对事物。此外，其他研究也表明，早晨型的人比夜猫子型的人更能提前规划，成功的概率也更高。而且，每天固定早起的人，通常充满活力，意志力强，表现也更加积极。此外，头脑的工作效率也受时间段的影响。有研究显示，学生的考试成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，越晚考试，成绩越差。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身体和大脑都在疲劳，表现自然下降。所以，最好的时机是早晨，因为早晨我们精力充沛，可以做出改变人生的重要决策。一些人可能会想，晚上也可以利用30分钟进行自我投资，但实际上，答案是早晨才是关键。再强调一遍，早晨的30分钟和晚上的30分钟是完全不同的。比如书中提到，晚上做1小时的工作，早晨可能只需要5分钟就能完成。我个人也深有体会，早晨工作效率更高，头脑更清晰，表现更出色。在听这个的人当中，
可能有一些人希望未来能独立创业，或者沉浸在自己喜欢的爱好中，或者真心想做的事情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绝对应该在早晨进行这些活动。坦率地说，对于那些非常想做某事的人来说，工作往往是个干扰因素。然而，如果不工作，就无法赚取生活费，因此不得不工作。但如果下班后想做点什么，脑袋和身体都已经非常疲惫，往往做不到。所以，对于那些通常全职工作的人来说，唯一剩下的时间就是早晨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家可能把早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做公司的工作，但我们应该更有创意的生活，把时间用在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虽然许多人可能认为不得不工作，但至少要把最宝贵的早晨时间留给自己，是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最简单且强大的方法。许多人试图在晚上腾出时间，但往往因为加班、应酬、客户接待等原因，根本无法按计划使用晚上时间。即使晚上有空，也因为工作疲劳，难以集中精力，因此平日里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即使计划在周末集中精力做某些事，假期也常常因为家庭事务、婚丧嫁娶或孩子的活动而无法按计划进行。所以，对于忙碌的职场人士和全职工作的人来说，唯一剩下的自由时间就是早晨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早晨就是唯一的选择。历史上那些成功的人物和企业家显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效地利用了早晨时间，例如前苹果 CEO 史蒂夫·乔布斯、现任苹果 CEO 蒂姆·库克、前星巴克 CEO 等。早起的成功人士不胜枚举。当然，这些成功者早起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他们深刻感受到，只有早晨的时间能够对自己当前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，因此自然而然地变得早起。大家听到这里，应该已经能理解，我们剩下的时间几乎只有早晨。如果我们希望将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改变人生，让未来更美好，唯一能选择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早晨的时间。接下来，我将进一步深入讨论早晨时间的利用究竟带来哪些显著的好处。我想最大限激发大家的动力，提醒大家早晨时间的宝贵，不能浪费早晨的时间。接下来，我将具体介绍早晨时间的3大绝对优势，它们分别是：优势1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可以在早晨第一件事就完成；优势2，通过集中力的魔法，一天变成27小时；优势3，自动设定期限。接下来我会逐一详细讲解这3点。首先是第一个早晨时间的巨大优势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可以在早晨第一件事就完成。那么您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？您最看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同，但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件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自己都认为它是最重要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您平时是否能够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安排足够的时间呢？大多数人会被繁忙的工作所困，无法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安排时间，这就是现实。通常来说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紧急的事情，而是对未来有影响的事，所以我们往往会优先处理眼前紧急的工作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总是把这些紧急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将永远无法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腾出时间。工作和其他计划会填满我们的日程表，最终最重要的事情就会被忽视。因此，早晨的时间是我们唯一剩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。不要忽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，务必在早晨完成它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二个优势，通过集中力的魔法，一天变成27小时。一般来说，人类能够持续集中精力的时间大约是90分钟，但作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，具体集中时间还取决于您做的事。因为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事，可能会集中3小时甚至更久。相反，如果是枯燥无味的事，10分钟都难以集中精力。就拿孩子来说，学习可能很难集中精力，但如果是玩游戏，他们可以玩几个小时。这表明，
无论做什么，集中力的持续时间是不同的。然而，不管多么喜欢的事情，人类总是会有一定的疲劳感，集中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。厚生劳动省在其健康睡眠指导方针中指出，人的最佳工作状态通常只能维持12至13小时，超过15小时后，工作效率会下降至与酒后驾驶相当的水平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早上7点起床的人来说，工作能力的极限是19至20点，22点以后就相当于在喝酒的状态下工作。因此，如果您在7点起床，按时下班吃完晚餐，想在22点开始学习，那么从一开始就已经处于类似于边喝酒边学习的状态了。即使没有酒，整天的疲劳也会影响到您。此时您的状态可能已经非常疲惫，集中力几乎丧失，即使拼尽全力去学习，也很容易因为疲劳过度而无法坚持下去。晚上下班后学习其实是效率最低的做法。如果要在同样的时间完成工作，不如在早晨集中力最强、最清新的时段进行，这样效率会提高数倍，甚至几十倍。早晨通过充足的睡眠，疲劳得以恢复，脑中的垃圾被清除，能量得到了充分的补充，早晨的集中力几乎没有下降，是一天中表现最好的时段，意志力也最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充分利用大脑的最佳状态而不去使用它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早晨不仅大脑处于最佳状态，而且没有干扰，能够保持高度的集中，这也是早晨学习的一个巨大优势。人类在保持集中力时，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不会被打扰的环境，而公司等地方的工作会受到电话、邮件和同事干扰。如果您早上能够起床，并拥有一个不被打扰的集中时间段，那么效率将大幅提升，使您能够在相同的24小时内，像拥有27小时一样的高效工作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讨论第3个早晨时间的巨大优势——自动设定时间限制。您是否理解设定时间限制的力量？时间限制具有令人集中注意力的神奇力量。设定时间限制后，集中力会显著提升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工作量会随着完成的时间而膨胀。有一个著名的法则，工作会扩展到所给定的时间限制。例如，在2小时的会议中，人们往往会浪费时间，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。即使暑假的作业实际上可以在5天内完成，但很多人仍会拖到8月最后一天才完成。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用尽所有的时间。反过来说，时间限制越短，我们会更加集中思考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。时间限制越紧迫，越能激发人们的动力。设定一个严格的期限，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完成任务。而最能发挥时间限制效力的，正是早晨的黄金时间。早晨的黄金时间，您到公司前的准备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期限。如果您早晨起床，准备出门去公司，您的终极时间限制就是准时到达公司。所以在早晨时间段，您自然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期限，不费吹灰之力地提高了集中力，提升了工作效率。相比于自己设定的时间期限，早晨的自然期限更加严苛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专注力将大大增强。相信您现在一定已经准备好充分利用早晨时间，提升工作效率了吧？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在早起的挑战中，不轻言放弃掌控早晨时间的3大秘诀。为何要早起？首先，明确目标，进入心无旁骛的境界，立刻行动，运用能够帮助您早起的技巧，用激励的方式开始一天，从常规工作中启动您的早晨。接下来，我将一一解读这些要点。首先是第1个秘诀，为何要早起？首先，明确目标。让我们开始解释这个问题。您可能曾经试图早起几次，但大多数人都在3天后放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是您没有明确的目标。如果您早起只是因为别人说早起好，或者因为早起成了一种流行，那么这样的理由是很薄弱的。我们需要更明确的目标，比如我早上要做某件事，或者我必须早起。
因为我有这个目标。对于那些之前一直没有规律早起的人来说，刚开始时可能会觉得很困难，甚至会有些痛苦。没有明确的目的时，很容易在感到疲惫时选择继续睡觉，因为这样更舒服。如果您坐上出租车时告诉司机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司机是无法启动车辆的。如果您在迷茫中不确定目的地，司机绝不会温柔地说没关系，慢慢决定目的地吧，边走边看风景。相反，出租车的计价表会随着时间不停增加，而您却没有前进的方向。人生就像这辆出租车，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时间就会在我们迷茫中流逝。你也许会感到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想改变，或者我想换工作，独立创业。但光是想而不行动，什么也不会改变。明确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建议您停下10秒钟，思考一下您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。如果没有，那早起将变得非常困难，因为缺乏目标就等于没有动力。没有目标，您可能会觉得还是睡觉更舒服，而不会去努力早起。如果您没有目标，生活将变得很辛苦。短期来看，睡觉可能更轻松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利用早晨的时间实现目标，定会让您的人生变得更加充实和幸福。我相信您已经明白这一点，因此在开始早起之前，请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。为了努力向前，拥有充实的人生，明确的目标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，趁此机会，认真思考一下您的人生目标和愿望。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您想做些什么？如果您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别担心。接下来我会给您提供一个实用的方法，称作时光机。回顾您的过去，发现您的长处。人们通常不擅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也很难长期坚持。所以，找出您过去的兴趣和擅长的事情，看看它们能否成为您的目标的线索。如果您依然无法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，下一步可以向他人请教，因为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能力，往往是别人眼中的闪光点。例如，我自己写文章非常擅长，但直到别人告诉我时，才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能力。您的周围一定也有类似的能力，是你未曾察觉的。所以，如果您发现自己难以确定目标，不妨询问身边的亲友，问问他们认为您的长处和特点是什么，这样你也许能找到自己的目标。接下来第2个秘诀，解释关于如何控制早晨时间的秘诀——无我境界下的即刻行动。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早起技巧。在您决定了一个明确的早起目标之后，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技巧让早起变得更简单。首先，作者推荐的做法是不要依赖闹钟来叫醒自己。很多人使用闹钟或者手机的闹铃来醒来，但作者建议在手机中设置一些充满活力和愉快的音乐作为闹铃，而不是让您从一开始就听到烦人的、刺耳的声音。这样，您可以在早晨醒来时，带着愉快的心情开始一天。这虽然看似是一个小细节，但早晨醒来时是以愉快的心情还是不愉快的心情起床，对一天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如果您设置了一些能让您情绪高涨、动力十足的歌曲，您可能会避免再睡一会儿的情况。接下来，希望大家使用无我境界下的即刻行动这一技巧。人类天生倾向于拖延，在面对工作时，经常会觉得太麻烦了，开始有点困难，于是不断拖延，最后决定明天再做。这个技巧同样适用于醒来时。有很多人醒来后会陷入纠结，我要不要继续睡一会儿呢？好困啊！在犹豫中，最终又睡过去了。所以在您产生任何借口之前，务必要无思无虑地行动。当你醒来时，不要在床上考虑什么，立刻起床。思考可以留到之后。您可以事先设定好规则，一旦察觉到早晨的阳光，立刻起床；一旦听到设定的音乐响起，立刻起床等。起床后立即做一些您事先决定好的事情，比如去洗手间、冲个澡、喝一杯水等，立刻转入下一个行动。这种方法有助于您逐渐清醒，也让您保持动力坚持下去。
接下来第3个秘诀是从激励的日常惯例开始，让一天从这里起步。当您终于从床上起身时，记住比赛已经开始了。这不是简单的早晨，而是与集中力的竞争。作者认为，人醒来的时候，集中力是最强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逐渐消耗掉。因此，早晨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您浪费了这段时间，那将是非常可惜的。正如作者所说，早晨起床后的2小时与午后或晚上2小时相比，其浓度是无法比拟的。例如，作者决定早晨不喝温热的咖啡，他认为这样会浪费时间，而是选择冷咖啡来提神，增强判断力和目标达成的动力。最后，作者建议我们从一个激励的日常惯例开始，激发早晨的动力。例如，如果您打算早晨复习考试，不要从最难的问题开始，就像做运动一样，应该先做一些热身活动，从简单的基础开始。这不仅适用于学习，工作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一开始就做过于复杂的任务，可能会打乱节奏，降低动力，甚至感到挫败。因此，从简单的任务开始，通过激励的惯例启动早晨，你会发现自己能更自然地继续前进。希望大家也能通过自己的一套激励惯例来启动自己的每一天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